一声闷响，破旧的毡房门被人一脚踹开，狂风夹杂着大拇指盖大小的血团子瞬间灌进蒙古包，冷气刺骨。江寒猛地睁开眼，浑身打了个激灵，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破锣般的嗓音就在耳边炸响。来人是马老三，他冲着江寒吼，让他别在炕上装死，今天要是拿不出钱，外头羊圈里那2只种羊他就牵走，要是羊不够抵债，就把他的小闺女带走抵账。江寒晃了晃昏沉的脑袋，视线逐渐清晰，眼前站着一个穿着脏得发亮的羊皮袄、一脸横肉的男人，手里提着一根枣木棍子，满嘴喷着酒气。炕角落里，妻子阿雪正死死抱着5岁的女儿小穗，两人缩在一床破了洞的旧棉被里，冻得瑟瑟发抖，眼神里全是惊恐。阿雪手上全是冻疮，裂着口子，正在往外渗血。这一幕像一把烧红的刀子，狠狠扎进了江寒的心窝。1982年，这是那场把牛羊都冻硬了的白灾。上一世也是这个晚上，江寒喝得烂醉如泥，马老三同样踹门进来。他当时怂得像条狗，眼睁睁看着马老三牵走了家里最后2只种羊，还抢走了阿雪唯一的银手镯。那一晚之后，家里彻底断了生路。阿雪为了给孩子一口吃的，冒雪去公社求人，结果掉进了雪窝子，再也没回来。江寒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他活过来了，真的活过来了。马老三见江寒不吭声，还敢瞪眼，火气上来，举起棍子就要往炕上砸，吼着让他说清楚欠的50块钱怎么办。江寒突然暴起，根本没管那根落下来的棍子，身子一滚，直接从炕边墙上扯下了一样东西，一杆黑乎乎的老洋炮，那是早些年打猎用的土枪，里头装的是黑火药和铁砂，近距离轰出去能把人脸打成筛子。撞针被江寒大拇指狠狠扳开，黑洞洞的枪口直接顶在了马老三的脑门上，冰冷的铁管子触碰到皮肤的瞬间，马老三手里的棍子僵在了半空，蒙古包里瞬间死一般的寂静，只剩外面的风雪呼啸。马老三的声音开始发抖，江寒你别乱来，杀人要偿命的，这枪容易走火。江寒嘴角扯出一个狰狞的笑，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反问他走火好啊，走火了就不用还钱了。问马老三信不信他扣下扳机，脑袋瓜子能像烂西瓜一样炸开。江寒的手指慢慢扣上了扳机，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是真的动了杀心，那种眼神马老三太熟悉了，那是草原上饿极了的独狼才有的眼神。马老三彻底慌了，棍子咣当掉在地上，双腿开始打摆子，连叫峰哥有话好说，那钱今天不要了。江寒嘴里吐出一个字滚，马老三如蒙大赦，转身就要跑，江寒叫住了他，枪口没放下，冷冷的让他把门关上，要是再灌进一点风雪冻着他老婆孩子，现在就崩了他。马老三手忙脚乱的退出去，拼命把那扇破木门拽上，连滚带爬的消失在风雪里。门关严实了，江寒手里的老洋炮没有放下，死死盯着门口，直到确信马老三真的走了，紧绷的肌肉才松弛下来。他转过身看向炕上的妻女阿雪，还抱着孩子，眼眶红了，却不敢让眼泪掉下来。她从来没见过丈夫这么凶狠的样子，以前的江寒只有喝醉了打老婆的本事，哪敢跟马老三动刀动枪。阿雪声音颤抖的叫了声当家的。江寒把老洋炮挂回墙上，大步走到炕边，他伸出手想摸摸女儿的头，但看到自己粗糙的大手，怕吓着孩子，手停在了半空。他声音沙哑的说了句没事了，把那床破棉被往娘俩身上掖了掖，说以后谁也别想欺负他们家。马老三再敢来，他就让他横着出去。一声响亮的肚子叫声打破了沉默，是女儿小穗。小丫头饿得小脸蜡黄，嘴唇干裂起皮，怯生生的看着江寒，小声说想吃肉。阿雪连忙捂住孩子的嘴，惊恐的看着江寒，生怕他又像以前一样发虎摔东西。江寒鼻头一酸，家里早就断粮了，米缸比脸都干净，外头是大白灾，牛羊冻死一片，这日子比黄连还苦。他转身走到放杂物的柜子旁，翻出一把生锈的青刀，在磨刀石上狠狠刮了2下，火星子飞溅。他把刀插进牛皮鞘里，紧了紧身上的破皮袄，拿起墙上的老洋炮，又往兜里揣了一把铁砂。他让阿雪和小穗在炕上捂好了别动，推开门，一股寒风裹着雪花扑面而来，他头也不回地扎进了茫茫夜色中，一脚踏进雪地，半条腿直接陷了进去，外头的风像带刺的鞭子抽在脸上生疼。江寒把狗皮帽子往下一压，紧了紧腰上的麻绳，怀里那杆老洋炮冰得像块生铁。这一带是公社边缘，往北走5里地就是荒原，他得找吃的，家里那点米底熬粥都不够一家3口喝一顿。就在这时，他脑子突然嗡的一声，眼前那白茫茫的风雪里突然冒出了一个红点，红点还会动，在前方大约800米的位置闪烁，旁边标着一行信息：蒙古园羚群，数量7只，距离820米，状态为聚集避风。江寒脚下一顿，差点没站稳，这是雷达，上辈子听说过的高科技，没想到重生回来，老天爷给他开了这么个大挂。他狠狠揉了揉眼睛，红点没消失，反倒更清晰了，在磨刀石上狠狠刮了2下，火星子飞溅。他把刀插进牛皮鞘里，紧了紧身上的破皮袄，拿起墙上的老洋炮，又往兜里揣了一把铁砂。他让阿雪和小穗在炕上捂好了别动，然后推开门，一股寒风裹着雪花扑面而来，他头也不回地扎进了茫茫夜色中，一脚踏进雪地，半条腿直接陷了进去，外头的风像带刺的鞭子抽在脸上生疼。江寒把狗皮帽子往下一压，紧了紧腰上的麻绳，怀里那杆老洋炮冰得像块生铁。这一带是公社边缘，往北走5里地就是荒原，他得找吃的，家里那点米底子熬粥都不够一家3口喝一顿。就在这时，他脑子突然嗡的一声，眼前那白茫茫的风雪里突然冒出了一个红点，红点还会动，在前方大约800米的位置闪烁，旁边标着一行信息：蒙古园羚群，数量7只，距离820米，状态为聚集避风。江寒脚下一顿，差点没站稳，这是雷达，上辈子听说过的高科技，没想到重生回来，老天爷给他开了这么个大挂。他狠狠揉了揉眼睛，红点没消失，反倒更清晰了。黄羊这东西怕冷，暴风雪天会找被风的雪窝子挤成一堆取暖，只要摸过去，一枪能轰倒一片。江寒顺着雷达指引，猫着腰身，一脚浅一脚的往前摸，越靠近风越小，前头是个凹下去的土沟，积雪把那儿填成了天然的避风港。雷达上的距离飞速缩短，300米、100米、50米，到了这儿江寒不敢走了，脚底下的雪冻得硬邦邦，踩上去咯吱作响。黄羊虽然傻，但耳朵灵，要是进了群，4条腿跑起来跟飞似的，老洋炮根本追不上。江寒咬咬牙，整个人直接趴在雪地上，寒气顺着皮袄领口往里灌，肚皮贴着冰冷的雪面，但他不敢动静太大，只能用手肘撑着地，像条蜥蜴一样一点点往前挪。20米，他从土沟边缘探出半个脑袋，下面不到30米的雪窝子里，7、8只灰黄色的影子正挤在一起，屁股上的白毛格外扎眼，一个个缩着脖子，耳朵耷拉，冻坏了。江寒眼珠子冒着绿光，这哪是羊，这是救命的口粮。他慢慢把老洋炮架在土棱子上，从兜里掏出药葫芦，倒了引火药，检查了枪管里的铁砂，特意装了双倍药
要亮，这一枪下去，要么炸膛，要么把这群傻羊轰上天。他屏住呼吸，枪口对准最中间挤得最紧的3只3.1线，那个最大的公羊还在甩尾巴，根本不知道阎王爷已经开始点名了。一声巨响，枪口喷出一团黑烟和火光，老洋炮巨大的后坐力撞得江寒肩膀生疼，差点脱臼，下面的血窝子瞬间炸了锅，黄羊群惊恐的四散奔逃，在雪地里跑不快，刚起步就栽倒一片，正中间那2只连哼都没哼一声，直接倒在血泊里，还有一只大公羊后腿被打断了，拖着残腿在雪地里疯狂蹬踹，把洁白的血染得通红。江寒把枪往背上一甩，拔出腰间的青刀，从土坡上滑了下去。那只受伤的大公羊还想低头用脚顶，江寒身子一侧躲过羊角，一把揪住羊耳朵，右手青刀寒光一闪，刀锋入肉，干净利落。大公羊抽搐了2下不动了，另外2只早已断气，身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铁砂眼，3只加起来得有200-300斤，他没敢耽搁，腥味太重，怕引来狼群。江寒解下麻绳，把3只黄羊的蹄子捆在一起，绳子往肩膀上一勒，身子前倾，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拖着猎物一步步往回走。雪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血痕，一直延伸向那个破旧的家。一声闷响，重物砸在毡房门口的冻土上，阿雪吓得一哆嗦，以为马老三又杀回来了，抱着小碎就往炕角缩。江寒的声音透着粗气和难以抑制的兴奋，让阿雪赶紧烧水下大锅。阿雪战战兢兢地掀开门帘，眼珠子差点瞪出来。门口的雪地上躺着3只还在冒着热气的肉山，那裸露的红肉和白花花的羊油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比金子还晃眼。阿雪捂住嘴，眼泪涌了出来。家里断粮3天了，她做梦都在想这口吃的。江寒没空解释，把老洋炮往墙上一挂，抽出青刀，把一只黄羊倒吊在门框上，刀锋顺着羊腿内侧划开，攥成拳头，在皮肉之间狠狠一锤一撕，那张带血的羊皮像脱衣服一样被完整包下来。紧接着开膛破肚，心肝肺直接滑进盆里，不到半小时，一口大铁锅已经架在牛粪火上，锅里的血水咕嘟咕嘟冒着泡。江寒抡起斧头，把羊排骨剁成巴掌大的肉块，连着血水一股脑丢进锅里，没有葱姜蒜，更没有料酒，就抓了一把粗盐撒进去。对于饿极了的人来说，这就叫原汁原味。随着水温升高，一股浓烈的肉香在狭小的蒙古包里炸开，那是混杂着油脂和野性的味道，不讲道理的往鼻子里钻，往骨头缝里渗。炕上的小碎早就坐不住了，趴在锅边，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阿雪也在不停咽口水，胃里像有只手在抓挠。距江寒家不到50米的蒙古包里，邻居额尔敦突然抽了抽鼻子，他媳妇正在那鞋底吸了一口气，脸色一变，说是炖羊肉的味道。额尔敦翻了个身，说不可能，江寒那个酒鬼都要把闺女卖了，哪来的肉？但他媳妇咬定就是那个方向飘来的，疑心江寒是不是偷了大队的羊。额尔敦披衣开门，那香味顺风直扑面门，他肚子不争气的叫了一声，骂骂咧咧的关上门，说明天要去大队告他。江寒家里羊肉软烂脱骨，他直接下手从锅里捞出一根最肥的羊排，烫得2手倒腾递给了小碎。小碎2只小手抱着骨头狠狠咬了一口，一口肥油爆在嘴里，眼睛瞬间眯成一条缝，含糊不清的喊阿妈快吃。江寒又捞出一块连筋的后腿肉塞给阿雪，让她也吃，别省着，这一锅全是自家的，管饱。阿雪捧着肉，眼泪大颗大颗的掉进碗里，咬了一口，肉香混着咸味在舌尖炸开，那种久违的饱腹感让她觉得日子终于有了盼头。江寒自己捞起一块带皮的肥肉，一口塞进嘴里，冬天存了一身膘的黄羊，肉质紧实，肥油厚重，满嘴流油，热量顺着喉咙一直烧到胃里，驱散了在雪地里趴了半小时积攒的寒气。这一顿饭，一家3口风卷残云，3个人愣是干掉了5-6斤肉。小碎吃的肚皮滚圆，手里还抓着根骨头不肯撒手，靠在阿雪怀里睡着了，嘴角全是油花。阿雪一边收拾碗筷，一边看着门口那2张还带着血的黄羊皮，问当家的这皮子怎么处理。江寒叼着根牙签，摸着吃撑的肚子，眼神变得锐利。他说明天去齐里卖了，不仅要卖皮子，还得买点真家伙。他看了一眼墙角堆着的另外2只黄羊，又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老洋炮。马老三那笔账还没算完呢。他站起身走到门口，透过门缝看了一眼外面的风雪，雪还在下，但比起刚才的绝望，现在的江寒浑身都是劲儿。这大白灾对于别人是鬼门关，对于有着雷达的他来说就是遍地捡钱的金矿。天刚蒙蒙亮，雪停了，但这才是最冷的时候。江寒起了个大早，把昨晚包好的3张黄羊皮卷成筒子，又切了半扇冻得硬邦邦的羊肉，全都捆在了家里那匹老黄马的背上。这老马瘦的皮包骨头，平日里没啥草料吃，但这会儿必须得出力。江寒嘱咐阿雪把门插好，除了他，谁叫门都别开，然后把老羊炮背在身上，翻身上马。阿雪抱着小碎站在门口，虽然担心，但看着丈夫那挺直的脊背，心里莫名踏实了不少。这年头物资统购统销，牧民打的猎物捡的羊毛都得送到收购站换钱换票。门口冷冷清清，只有一个收购员正抄着手跺脚取暖。这人叫孙大拿，出了名的势利眼，专门欺负老实牧民，压级压价是常事。江寒牵着马走过去，把那一大捆皮子往柜台上一扔。孙大拿眼皮子都没抬，懒洋洋的哼了一声，问谁一大早来添堵。江寒说卖皮子。孙大拿瞥了一眼，用铁钩子随意拨弄了2下，嫌弃的说是黄羊皮不值钱，加上是生手包的，定了个3等皮，1块5一张，简直把人当傻子耍。正常的东皮毛色正容厚，怎么也得3块钱往上。这孙大拿是看江寒穿的破烂，想黑吃黑。江寒冷笑一声，伸手一把抓住了孙大拿手里的铁钩子。孙大拿吓了一跳，想抽回手，却发现江寒的手劲大得像铁钳子。江寒让他睁开眼看清楚，直接抖开一张皮子，指着皮板说这是头茶东皮毛锋全齐，皮板上没有一个枪眼，是从眼窝子里打进去的，整张皮子一点没破。还有一张是刀子从脖子放血，皮张完整度100%，这种成色敢定3等皮。江寒的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子狠劲，尤其是背上那杆老洋炮，枪口若隐若现的对着柜台。孙大拿愣住了，他是行家，自然看得出这皮子是极品。一般牧民用土枪打黄羊，铁砂喷出去，皮子上全是窟窿眼，能像这样一点不伤皮毛的那是神枪手。再加上江寒那要吃人的眼神，孙大拿心里直发毛。孙大拿赶紧换了副笑脸，重新拿尺子量了量，说确实是好皮子，定特等，4块钱一张，3张皮子12块钱，再加上几十斤冻羊肉，按2毛5一斤算。江寒最后从柜台上拿到了整整25块钱，2张崭新的大团结，还有1张5块的炼钢工人图。这笔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江寒接过钱，看都没看孙大拿一眼，转身就进了旁边的供销社大厅。25块钱揣在兜里，底气足得很。他像报菜名一样开口：2斤黑火药，药劲儿大的，铁砂来2斤。
斤，白面来一袋50斤的，白象奶糖称1斤。售货员是个小姑娘，看着这个穿破皮袄的男人一口气要这么多东西，愣住了，问他有没有票。江寒直接拍出一张大团结，说没票按议价算，不用找了，剩下的给他换2块砖茶。这年头没票就得买高价商品，但江寒不在乎，他现在急需把钱变成战斗力和生存物资。不一会儿，江寒扛着一个大麻袋走了出来，麻袋里装的满满当当，面粉、火药、铁砂、砖茶，还有给小碎的糖，给阿雪扯的一块红头巾。周围几个来买火柴的牧民看着江寒那豪横的背影，眼珠子都快羡慕出来了，议论纷纷。这年头还能买白象奶糖，好像是老江家那个酒鬼，怎么突然发财了？江寒没理会这些议论，把东西绑在马背上翻身上马，刚准备走，迎面撞上一个人，那人穿着一身绿军大衣，正急匆匆往收购站跑。一抬头看见江寒，愣了一下，是马老三的堂弟马皮子。马皮子盯着江寒马背上鼓鼓囊囊的麻袋，又看了看江寒红光满面的样子，眼珠子咕噜一转，转身就往村里跑。江寒眯了眯眼，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青刀，这孙子肯定是去报信了，看来那一面之缘的威慑力还不够。马老三那伙人是属狗皮膏药的，见到血腥味肯定还会扑上来。江寒一家马腹，老黄马撒开蹄子往回跑，风雪里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回去正好，新买的火药和铁砂正愁没地方使枪。江寒一勒缰绳，老黄马在自家蒙古包前停住，马蹄子扬起一片血沫子，刚下马，江寒脸色就沉了下来。蒙古包门口的雪地上乱糟糟全是脚印，除了马老三那双破棉鞋的印子，还有几双只有街溜子才穿的大头皮鞋印。屋里头隐隐约约传出马老三那公鸭嗓，他正对着阿雪说，江寒那小子肯定拿着钱跑，让阿雪别傻了还在家守，赶紧把孩子给他，这闺女卖到南边去还能值点钱，抵了债他也能改嫁过个好日子。阿雪带着哭腔怒斥他滚，说他不卖孩子，江寒会回来的。马老三冷笑着说，回来个屁，这大雪封山的他拿啥回来，怕是早死在。蒙古包的门帘子猛地被掀开，一股寒风夹杂着杀气卷了进去。马老三正一只脚踩在炕沿上，手里还拿着根麻绳，那是专门用来捆牲口或者捆人的。他回头一看，眼珠子差点瞪出来，江寒不但回来了，还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手里提着那杆让马老三做噩梦的老洋炮，正阴森森地盯着他。马老三脸皮抽了抽，心里有点虚，但看见江寒只有一个人，又挺了挺腰杆。今天他带了2个兄弟在门外抽烟呢，他皮笑肉不笑地伸出手，还是那句话，50块少1分都不行。江寒没理他，径直走到炕边，把那一大麻袋东西往地上一蹲，震得地面都颤了颤。阿雪看见丈夫回来，眼泪哗哗地流，想说话却被江寒用眼神止住。江寒慢条斯理地解开麻袋口，从里面掏出一包白象奶糖塞给阿雪，让她给孩子包一颗甜甜嘴，然后他才转过身看着马老三，从怀里掏出那叠还没捂热乎的钱，2张崭新的大团结加上1张皱巴巴的5块，狠狠拍在炕桌上，那声音脆得像在扇马老三的耳光。25块，马老三眼睛一亮，伸手就要抓钱，嘴里还不干不净说25不够，利滚利到现在是50。江寒手里的青刀猛地扎在钱堆旁边，刀尖入木3分，离马老三的手指头不到1厘米。马老三吓得嗷一嗓子缩回手，江寒拔出刀在袖子上擦了擦，让马老三听清楚，当年借他本金是15块，这2年陆陆续续还了10块，现在这25块连本带利足够还清。他要是贪心不足想吞下，江寒没把话说完，他当着马老三的面从麻袋里掏出刚买的黑火药，撕开纸包，那黑得发亮的火药颗粒沙沙地倒进了老洋炮的钥匙里，这可是供销社新进的高级货，比之前用的土造火药劲儿大多了。紧接着是一把锃亮的新铁砂，江寒用通条狠狠把火药和铁砂压实，那声音听在马老三耳朵里就像是给棺材钉钉子。江寒端起枪，黑洞洞的枪口有意无意地晃过马老三的裤裆，说这新火药他也没试过，听说一枪打出去能在人身上开个碗大的窟窿，肠子都能炸飞，问马老三要不要帮他试试枪。马老三的脸瞬间就绿了，他是泼皮但不傻，江寒现在那眼神是真敢开枪。这年头草原上死个人往血窝子里一埋，狼一吃，神仙都找不着。再说25块钱早就赚翻了，真为了那点虚头巴脑的高利贷把命搭上不值当。马老三一把抓起桌上的钱塞进兜里，满脸堆笑，说够了，绝对够了，两人的账两清了，还发誓以后谁再敢来找江寒要债，他第一个废了那人。江寒枪口没放下，大拇指还在扳机上抹撒，嘴里吐出一个字滚。马老三如蒙大赦，转身就跑。出门的时候腿软，被门槛绊了个狗吃屎。外头那2个抽烟的小弟看老大跑了，也扔了烟头跟着跑，连句狠话都没敢放。江寒冲着马老三的背影吼了一嗓子，说以后再让他看见谁在他家门口转悠，就把那人挂在旗杆上风干。直到那几个人影消失在血泊后面，江寒才长出一口气，缓缓放下了枪。他手心里全是汗，但他赢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道理是讲不通的，只有手里的家伙硬，腰杆子才能直。阿雪抱着孩子，看着桌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白面和奶糖，又看了看刚才还凶神恶煞，现在却满脸疲惫的丈夫，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江寒把枪挂好，走过去笨拙地拍了拍阿雪的背，又捏了捏小碎那瘦得凹进去的脸蛋。他说把门关严实了，今晚包饺子吃，白面饺子羊肉馅的，碗够。那顿白面饺子吃得浑身冒汗，但江寒这一觉睡得并不踏实。半夜里外头的风把门板刮得咣咣响，听着像是有狼爪子在挠门。天一亮，江寒就把墙上那杆老洋炮摘下来，用通条捅了捅黑乎乎的枪管，倒出来一堆黑渣子。太慢了，这玩意儿打只傻黄羊还行，要是真遇上成群的狼，打完一发还得清枪管道火药压铁砂，这套流程下来够狼把它撕碎扒毁。要想在白菜里活下去，还得搞把快枪。江寒用斧头剁下2条最肥硕带着满厚臀尖肉的羊腿，这年头这一对羊腿在牧区就是硬通货，比钱还好使。他提着羊腿跨上老黄马，直奔大队部。大队部的土房子里，民兵连长苏和正盘腿坐在炕上擦一双旧马靴。这老苏和是个退伍兵，脾气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江寒掀开门帘进屋，把2条冻得像石头一样的羊腿往炕桌上一扔。苏和眼皮子跳了一下，这羊腿肉厚油大，看着就香。苏和狐疑地盯着江寒，问他这个酒鬼哪来的羊腿？要是偷集体的，他现在就捆了送公社。江寒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掏出一根红梅烟递给苏和一根，说羊腿是山里用的，然后直说了他想借把枪。苏和把烟夹在耳朵上，冷笑一声，说当那是烧火棍呢，那是集体财产。再说江寒那枪法，给他把枪也是浪费子弹。江寒没理会嘲讽，盯着苏和背后那个上了锁的大木柜子，说他要水帘珠。最近狼闹得凶，他家那2口子要是狼进来了，日子就没法过了。苏和听到水帘珠3个字愣了一下，那是53式步骑枪，仿苏联莫辛内干的，因为枪声清脆像水珠落在玉盘上，老猎人都叫他水帘珠。这枪这大准头好，就是后坐立顶的慌。苏和
和斜着眼问他会不会是。江寒没说话，直接伸手做了一个拉栓上膛锯枪的动作。这一套行云流水稳得像块磐石，特别是那个虚扣扳机的眼神，那一瞬间的杀气，让苏和这个上过战场的人都觉得后背一凉。是个练家子。苏和沉默了，他看着桌上的羊腿，又看了看江寒那满是老茧的手。最近狼灾确实严重，上面也发了话要组织打狼队，但他手底下那帮民兵打兔子还行，真见着狼一个个腿都软。苏和闷声说了一句：“要是在那个破鞋壳子里自己拿。”又补了一句：“他不是贪那2条腿，主要是为了出汗。这枪是借的，要是丢了或者卖了，他崩了。”江寒。江寒从鞋壳子里摸出钥匙，打开大木柜，一股浓烈的枪油味扑面而来。柜子里横七竖八躺着几把老枪，大部分都生了锈，但在最底下压着一把枪托泛着红光的步枪，530步骑枪。江寒把它提了出来，沉甸甸的压手感，冰冷的钢制枪栓，还有那个标志性的折叠刺刀。他猛地一拉枪栓，虽然因为保养不善有点涩，但那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听在男人耳朵里比大戏还过瘾。这才是真家伙，这才是男人的胆。苏和从抽屉里摸出一个纸盒子扔给江寒，说子弹就10发省着点用，打完了把弹壳捡回来还得复装。江寒一把接住子弹，沉甸甸的黄铜子弹在掌心里透着一股冷意。他把子弹一颗颗压进弹仓，那种弹簧被压下去的紧绷感让他浑身血液都热了起来。他对苏和说：“这10发子弹他会带回10张狼皮。”说完把枪往背上一背，那是标准的战术背法，枪口朝下，随时能甩到前面开火。看着江寒出门的背影，苏和吐了一口烟圈，眯着眼嘀咕了一句：“这小子跟换了个人似的。”那眼神比狼还毒。走出大队部，外面的雪又开始飘了。江寒摸着背后冰冷的枪托，心里却是一团火在烧。有了这把水帘珠，方圆500里他说了算。有了这把水帘珠，江寒的腰杆子算是彻底硬了。这枪虽然是53年的老家伙，但打得远，劲儿大，最关键的是打得准。比起那只能喷铁砂的老洋炮，这玩意儿就是狙击枪。江寒趴在一处被封的雪坡上，身下垫着那张破羊皮，整个人几乎和雪地融为一体。枪管上裹了一层白布条，用来伪装。他哈了一口白气，眼睫毛上全是霜。雷达视野里，一个红点已经停了半天。赤狐，也就是火狐，距离180米，状态为密实且保持警觉。火狐，这可是草原上的稀罕物，普通的沙狐皮也就卖个3、5块钱天了，但火狐不一样，皮毛红得像火，毛尖带着金光，那是外贸局专门收的软黄金。一张全须全乙没枪眼的火狐皮拿到七里收购站，少说能换40、50块钱，抵得上2只大肥羊，但这也难打，骨里鬼精鬼精的，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溜没影了。而且水帘珠的子弹是7.62的大口径，威力太大，要是打在身子上，那皮子就炸出一个大窟窿，软黄金也就变成了废品，顶多卖个肉钱。必须爆头，还得是打眼睛或者耳朵，不能伤了那一身红皮。180米，风从左往右吹，风速大概3级。江寒眯起一只眼，大拇指轻轻推开保险，枪托死死顶在肩窝上，没有瞄准镜，全靠机械准心和表尺。那个红点在雪地上动，一只浑身火红的狐狸正小心翼翼地在一丛枯草后面探头探脑，似乎闻到了雪底下田鼠的味道。就是现在，他停住了。江寒平住呼吸，手指肚慢慢搭在扳机上预压。这把老枪扳机有点硬，得用点巧劲。一声清脆的枪响在大雪原上炸开，枪托猛地向后一坐，撞得江寒肩膀生疼。不愧是水帘珠，后坐力跟驴踢了一样。他立刻拉动枪栓，一颗滚烫的黄铜弹壳跳出来落在雪地上，滋滋作响烫出一个小洞。但他没有开第2枪，因为那只火红的影子已经直挺挺地倒在了雪地里，4条腿还在微微抽搐。江寒嘴角一咧，把枪往背上一甩，拔腿就跑。100多米的距离，他跑得比兔子还快。跑到跟前一看，忍不住拍了一下大腿。这枪法神了，子弹从左眼打进去，直接贯穿脑壳，从后脑勺穿出来。整个狐狸脑袋虽然烂了半边，但那身最值钱的红皮子连一根毛都没掉。这一身皮毛红的耀眼，摸上去软乎乎滑溜溜的，手感绝了。这只公狐狸少说也有10来斤重，这哪里是狐狸，这分明就是一打会跑的大团结。有了这玩意儿，再加上之前的羊皮钱，家里修房子的砖瓦钱有着落了，甚至能给阿雪买台缝纫机。就在这时，雷达突然又跳了一下，一条警告信息弹了出来，发现狼群踪迹，数量3只，距离450米，正在靠近枪声来源。江寒的笑容瞬间收敛，这帮畜生鼻子真灵，闻着枪声和血腥味就来了。要是以前拿老洋炮，他肯定得跑，但现在他摸了摸背上发热的枪管，又摸了摸兜里剩下的9发子弹，来得正好。他把火狐往腰上一挂，非但没跑，反而找了个更高的雪棱子趴了下来。皮子有了，正好缺点褥子，3张狼皮够拼个抗洗了。新的1发子弹被推上膛，江寒眯着眼盯着雷达上那3个快速移动的红点，就像盯着3个送上门的钱包。在这个雪原上，谁是猎人谁是猎物，现在他说了算。第1枪打的是那头跑在最前面的公狼，水帘珠的准头邪乎，虽然是100多米的距离还在刮风，但那头狼刚一露头脑袋就被开了瓢，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他掀了个跟头，黑色血液在雪地上泼洒出一道刺眼的扇面。剩下2头狼显然没见过这阵势，在他们印象里，牧民手里的老洋炮也就听个响，50米外连个兔子毛都打不掉，但这雷鸣般的枪声一响，同伴就没了。其中一头刚想夹着尾巴跑，江寒早就拉动了枪栓，第2发子弹顶上膛，根本没给他转身的机会，子弹从后腰钻进去，从肚皮穿出来。那狼惨叫一声，在雪地里拖着后半截身子滚了2圈，不动了。最后一头狼吓破了胆，头都不敢回，拼了命的往沟里钻。江寒没开第3枪，子弹金贵，一颗子弹能换多少斤白面？打这种落荒而逃的丧家犬不知道。他收起枪，呼出一口白气，摸了摸发烫的枪管，3张皮子，2张到手。第2天一大早，江寒赶着那辆借来的破牛车去了公社收购站，车上除了那张红的耀眼的火狐皮，还有2张刚剥下来的狼皮，以及那只没怎么受伤的狼尸。孙大拿这次不用江寒拍桌子，老远看见那辆牛车就屁颠屁颠迎了出来。当那张红的像火炭一样的狐狸皮展现在柜台上时，孙大拿的手都在哆嗦。他戴上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在皮板上看了又看，连声称绝。眼窝镜弹皮板一点没伤，这要是送到外贸公司就是特级品。江寒靠在柜台上点了一根红煤烟，神情淡定的像个老猎手，让他少废话开个价。孙大拿咬了咬牙，火狐皮出50，加上2张狼皮一共给65，另外打狼是除害，大队那边还有奖励，他做主再给2张工业券，65块钱。在学徒工1个月工资才18块钱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加上之前卖黄羊的钱，江寒兜里现在揣着快100块。江寒拿了钱，却没像上次那样买吃的，他转身去了旁边的粮站和草料库，他一嗓子喊出去：500斤豆饼，再要1车干草料，最好的那
那种青甘草，这一嗓子把周围来买救济粮的牧民都给镇住。现在草原上白毛风刮得天昏地暗，谁家的羊都在掉膘，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冻死饿死。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瘦的皮包骨头的羊杀了卖肉止损换口粮。这江寒倒好，花大价钱买豆饼喂羊，周围人指指点点，这疯子有钱烧的。大白菜一来，羊迟早冻死，喂豆饼不是喂狗吗？败家子，刚发了点财就这么霍霍。江寒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败家子，过2个月他们就知道这场白菜要持续整整1个冬天。现在的羊便宜，5块钱一只都没人要，但等开了春，活下来的羊就是金疙瘩，尤其是种羊和怀孕的母羊，只要保住了就是翻倍的利。江寒赶着装满豆饼和干草的牛车，顶着风雪回了家。一进院子就看见阿雪正费力的用旧毡子堵羊圈的缝隙。阿雪看着那像小山一样的豆饼，心疼的直哆嗦。当家的怎么买这么多草料？这得多少钱？江寒跳下车，把还在冒热气的大衣披在阿雪身上。记住了，这几天家里的羊一只都不许卖，不仅不卖，还得使劲喂，哪怕他们俩喝稀粥，也得让这些羊吃上豆饼。白毛风还得刮1个月，等别人的羊都死绝了，他家这群羊就是翻身的本钱。阿雪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她虽然心疼钱，但看着丈夫那坚定的眼神，她选择了相信。接下来几天，江寒哪儿也没去，他就像个泥瓦匠，把羊圈里里外外加固了3层，外面围了厚厚的干草垛挡风，里面铺了厚厚的羊粪做暖床。每只羊每天半斤豆饼，外加足量的青甘草。外面的风雪越来越大，气温降到了零下30多度。隔壁额尔敦家的羊圈已经被大雪压塌了一角，几只瘦弱的羔子冻硬在雪地里。额尔敦媳妇哭天抢地的声音隔着风雪都能听见，而江寒家的羊圈里却暖意融融，几十只羊挤在一起，嚼着香喷喷的豆饼，个个油光水滑，甚至那2只怀孕的母羊肚子眼看着大了一圈。夜深了，江寒坐在炕头上擦拭那把水帘珠，他把仅剩的7发子弹一颗颗压进弹仓，又退出来，重新压进去。雷达地图上，远处的红点越来越密了，那些红点不是黄羊，也不是狐狸，而是一群鳄绿了眼睛的狼。他们闻到了从江寒家羊圈里飘出来只属于肥羊的膻味。江寒拉上枪栓，眼神透过窗户纸盯着外面漆黑的叶子。养肥了羊还得有命手才行。深夜风停了，但这比刮风更可怕，死一样的寂静笼罩着草原，连那只不知疲倦的老黄马都躁动不安地打着响臂。江寒猛地睁开眼，脑海里的雷达正在疯狂报警，频率快得像催命符。高危生物群接近，数量12，距离从200米迅速缩短到150米，12只。江寒头皮一炸，这不是2、3只流窜的独狼，这是一整只有组织的狼群，冲着羊圈里那些肥羊来的。他低吼一声让阿雪起来，一把掀开被子抓起枕头底下的水帘珠。阿雪迷迷糊糊醒来，看见丈夫那要吃人的眼神瞬间清醒。江寒一边往身上套皮袄，一边把剩下的7发子弹全摸出来，让阿雪拿着手电筒和羊叉手在小碎旁边，不管听见啥动静都别出来。阿雪脸煞白，但看着江寒那宽厚的背影，死死咬住嘴唇，抓起墙角的铁叉，颤抖着点了点头。江寒推门而出，外面的空气冷得像要把肺冻住。借着雪地的反光，他猫着腰像只狸猫一样窜到了羊圈外面的草垛后面，这是他这几天特意留出来的射击位。雷达视野里，12个红点已经呈现出半包围的扇形，正悄无声息地向羊圈摸过来。这帮畜生太狡猾了，没有嚎叫，利用下风口掩盖气味，脚掌踩在雪地上几乎没有声音。距离80米，肉眼已经能看见了。领头的是一只体型巨大的青狼，脖子上有一圈白毛，正站在高处冷冷地盯着羊圈。那是狼王，但他太贼了，躲在一块石头后面只露半个脑袋，让手底下的炮灰先上。江寒屏住呼吸，把枪架在草垛上，虽然距离只有80米，但这把老枪的机械瞄具在晚上很难瞄准。他没有贪心去打狼王，而是把准心套住了跑在最前面的一只公狼。保险打开，那只公狼已经摸到了羊圈边上，正准备起跳。一声枪响，橘红色的枪口焰在黑夜里炸开，刺破死寂。那只腾空而起的公狼惨叫一声，身子在半空中像个破麻袋一样被子弹掀飞，重重砸在木栅栏上，当场渡破长流。剩下的狼群瞬间炸锅，但他们没跑，在狼王的低吼驱使下，这些饿疯了的畜生反而凶性大发，呲着獠牙疯狂地向羊圈发起了冲锋。江寒飞快地拉动枪栓，弹壳抛飞，心弹上膛。这时候根本不需要精确瞄准，狼群太密集了。第2枪，一只刚把爪子搭上羊圈的狼被轰碎了脊椎，瘫在地上哀嚎。第3枪打偏了，擦着一只狼的耳朵飞过去，打在冻土上溅起一片血雾。这时候最凶险的一幕发生了，那只狡猾的狼王动了，趁着江寒拉栓的间隙，他像一道灰色的闪电猛地从侧面迂回过来，目标竟然不是羊圈，而是藏在草垛后面的江寒。他看出来了，这个人类才是最大的威胁。雷达上那个代表狼王的红点红的发紫，速度快得惊人，50米、30米，江寒手心全是汗。但这几天喂羊练枪的手感让他出奇的冷静。推弹上膛，这时候狼王已经扑到了10米开外，江寒甚至能闻到他嘴里那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必须一枪毙命，否则这把老栓动步枪根本来不及开第2枪。江寒没有躲，猛地站起身，大吼一声。这一声爆吼让狼王的动作稍微顿了一下，就是这一瞬间的停顿，枪口几乎是顶着狼王的脑袋喷出了火舌。那只巨大的青色身影在空中猛地一降，半个天灵盖直接被7.62毫米的子弹掀飞，滚烫的狼血像雨点一样泼了江寒一身。狼王沉重的尸体砸在江寒脚边，还在抽搐。随着狼王倒下，原本还在疯狂撕咬羊圈木栏的狼群瞬间乱了套，他们失去了指挥，又被恐怖的枪声和同伴的尸体吓破了胆。不知谁带头嚎了一声，剩下的7、8只狼夹着尾巴呜咽着向黑暗中四散逃窜。江寒杀红了眼，对着逃跑的狼群背影又开了一枪，一只跑得慢的瘸腿狼被打断了后腿，枪膛空了，5发子弹打光。江寒飞快地从兜里摸出最后2发子弹，手有点抖，那是肾上腺素飙升的后遗症，但他还没压进去，一只温暖却颤抖的手突然按住了他的肩膀，是阿雪。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出来，手里还举着那把铁叉，脸吓得没有血色，但眼神却死死盯着江寒，像是在确认他还活着。他哆嗦着说狼跑。江寒身子一软，靠在草垛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咧开嘴露出一口沾着血腥子的白牙，指了指脚下的狼王尸体，又指了指羊圈边上躺着的那3只。他让阿雪烧水，说这回他家的砖瓦房有着落了。不远处，额尔敦和他媳妇正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听着外面渐渐平息的枪声，额尔敦媳妇哆嗦着问江寒那酒鬼是不是被狼吃了。额尔敦悄悄掀开一条门缝往外瞄了一眼，这一眼让他终身难忘。月光下，江寒手里提着那把还冒着烟的步枪，脚下踩着一只硕大的狼头，浑身是血，像尊杀神一样立在雪地里。而在他周围横七竖八躺着4具狼尸。额尔敦咽
咽了口唾沫，腿彻底软了，嘀咕了一句：“这哪是酒鬼，这是狼王。”天亮了，这一夜整个浩特都没人睡踏实，除了江寒。昨晚杀了那头狼王后，这片草原仿佛一下子干净了，后半夜连个狗叫声都没有。当第一缕阳光照在雪地上的时候，江寒家门口已经围满了人。只见江寒家院子里像晾衣服一样挂着4张刚剥下来的狼皮，而在最中间的那根木桩子上，赫然挂着一颗硕大的狼头。那狼头龇牙咧嘴，脖子上一圈显眼的白毛，哪怕被剥了皮，那股子兽中之王的煞气也让人腿肚子转筋。有个老牧民哆嗦着指着那颗狼头，说这是那头白围脖，是这片草原上祸害了3年的狼王。上回老杨家的2头牛犊子就是让他带头给掏了。额尔敦缩在人群里，看着那4张还在滴血的狼皮，再看看自家被掏了个窟窿，少了2只羊的羊圈，嫉妒的眼珠子都红了。这哪里是狼皮，分明是挂了一院子的钱。一张狼皮供销社收购价就是12块，要是狼王皮20块都挡不住。江寒一晚上赚的钱顶得上他放1年羊。蒙古包的门帘一掀，江寒走了出来，他穿着那件还带着血腥味的旧皮袄，手里端着碗热腾腾的奶茶，腰间别着青刀，那眼神往人群里一扫，原本乱哄哄的场面瞬间安静下来。现在的江寒在村民眼里已经不是那个烂酒鬼，这是个杀神。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大队支书老乌立即裹着一件军大衣，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过来。他看着那颗狼头，脸上既有震惊也有激动，更多的是一种看见救星的急切。江寒喝了一口奶茶，没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平静的打了个招呼。老乌立即走上前摸了摸那张狼王皮，感叹这白围脖可是个祸害。昨晚听见枪声像爆斗似的，还担心江寒出事，没想到他竟然把这畜生给收拾了。老乌立即话锋一转，叹了口气，说这次白灾闹得凶，狼群饿疯了。昨晚不光是江寒这儿，东边老陈家、西边马场都遭了狼灾，伤了10几只羊，还咬伤了一个娃。他想让江寒挑头组个打狼队。江寒笑了笑，放下奶茶碗，说这可是玩命的活，他有这闲工夫多打2只黄羊，够一家吃半个月的。老乌立即咬了咬牙，说不让他白干，打死1只狼大队奖励10斤白面，狼皮归他。另外特批他去民兵连仓库再领50发子弹，枪不够他再去公社借50发子弹。江寒的眼睛瞬间亮了，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子弹就是命，就是钱，就是话语权。有了这50发子弹，再加上雷达，这片草原上的狼群就是他的提款机。江寒当场拍板同意了，但提了一个条件，打狼队的人得他挑，胆小怕事偷奸耍滑的一个不要。老乌立即大喜过望，说全村的后生随他挑。半小时后，大队不前的空地上站着7、8个精壮的汉子，他们都是村里出了名的好猎手，平时傲气的很，但此刻看着站在台阶上背着水帘珠脚踩狼王头的江寒，一个个眼神里全是福气。草原上的汉子最简单，谁拳头硬谁枪法准谁就是老大。江寒那一院子的狼师就是最好的军令状。江寒目光扫过众人，说狼这东西记仇，昨晚他杀了狼王，剩下的狼肯定没跑远，还在周围转悠盯着羊圈，与其等着他们晚上来掏窝子，不如主动出击。江寒突然点了额尔敦的名，额尔敦吓了一哆嗦。江寒说他不是一直吹嘘自己眼睛毒吗？今天给他当观察手，要是看漏了一只狼，一冬天的羊粪都让他铲了。众人哄堂大笑，额尔敦脸红得像猪肝，但心里却莫名一热。江寒这是没记仇还带他玩呢，跟着这杀神混还能少了肉吃。江寒分派好任务，拿洋炮的跟在后面补枪，拿快枪的跟他走前头。他拉动枪栓，把新领的1排子弹压进弹仓，清脆的上膛声让所有人的热血都涌了上来。江寒一挥手翻身上马，风雪中这支只有8个人的打狼队像一把尖刀，直直的插向了茫茫雪原的深处。在他们身后，阿雪抱着小穗站在蒙古包门口，看着丈夫那挺拔的背影，阿雪第一次觉得这个家哪怕天塌下来也有人顶着了。出了村子往北走，那风就像刀子一样往脖颈子里灌。这支8个人的打狼队除了江寒，其他人都缩着脖子，脸冻得像紫茄子。他们骑的马也没精打采，每走一步都要从雪窝子里费劲的拔出蹄子。额尔敦跟在后面，牙齿冻得咯咯响，背着赶老洋炮，手里还要牵着江寒那匹驮着子弹袋的马，心里早就后悔出来了。他问江寒他们到底是去哪？这茫茫雪原上哪找狼去？狼又不傻，早就钻洞里睡觉了。江寒头也不回，让他闭嘴跟着走就是了，眼睛却死死盯着前面的雷达界面。目标群距离3.2公里，方向西北偏北，那个巨大的红点群一直没有移动，那就是狼窝。狼这东西虽然狡猾，但在这种极端天气下也得找个避风的地方抱团取暖。昨晚那群狼被打散了，肯定会回到老巢集合。只要端了这个窝，这片草原一整个冬天都能睡个安稳觉。又走了2里地，江寒突然一勒缰绳，让所有人下马。前面的地形变了，原本平坦的雪原出现了一道道起伏的土梁的，再往前就是一个巨大的风口子，2座小山包夹着的山谷，背风向阳。江寒让2个人留下看马，剩下的查枪跟他爬上去。有个年轻后生刚想抱怨在雪地里爬，被江寒一个眼神瞪了回去。江寒说想活命想拿赏钱就听他的，前面就是狼窝，不想喂狼的就把屁股压低了。江寒第一个趴在雪地上，像条蛇一样利用地形掩护，快速向山梁顶部匍匐前进，其他人只能硬着头皮跟上。额尔敦趴在最后面，看着前面江寒那专业的战术动作，心里直嘀咕，这酒鬼以前也没当过兵，咋动作比民兵连长还标准？500米、300米、150米，到了山梁顶端，江寒猛地举起拳头示意停止。他慢慢探出半个脑袋，把裹着白布的水帘珠伸了出去。就在山梁下面那处避风山坳里，密密麻麻全是灰扑扑的影子。趴在旁边的老陈头是村里的老猎户，这一眼看下去差点叫出声来。那山坳里横七竖八躺着10几只狼，有的在舔伤口，有的在啃食一具不知从哪拖来的死牛犊子，还有几只小狼崽子在雪地里打滚。这就是祸害全村的狼群老巢。江寒缩回头，压低声音布置战术。他说自己这杆枪打得远，负责打那个站岗的少狼，枪声一响就是信号。拿洋炮的别急着开火，等狼群炸了营往这边冲的时候放进了再打，50米以内再打。谁要是把铁砂喷到天上去了，回去就扣他的白面。拿快枪的盯着往外跑的打。众人紧张的点头，手里的枪都在抖。这么大规模的狼群要是冲上来，这几个人根本不够塞牙缝的。但看着江寒镇定自若的样子，大家伙心里莫名有了底。所有人都轻轻拉开了保险。江寒深吸一口气，把准心套住了那只趴在最高处石头上的公狼。那狼耳朵动了动，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刚要站起来，第一枪响了，那只少狼连哼都没哼一声，直接倒栽葱滚了下来。山坳里瞬间乱了套。江寒大吼一声，让所有人狠狠的打，手里的水帘珠拉栓上膛，根本没停顿，对着最密集的狼群就是一发。旁边几个民兵也跟着开了火，虽然枪法一般，但架不住狼群密集，一时间山坳里惨叫声连成一片。正如江寒预料的那样，
狼群被突袭后，第一反应不是跑，而是下意识的往枪声反方向，也就是唯一的出口冲。但那出口是个死胡同。但江寒早就算好了，那个出口是个死胡同。发现没路可走，几只凶悍的大狼调转头，红着眼向山梁上冲了过来。江寒一边冷静的用步枪点名试图迂回的狼，一边指挥拿土枪的准备。100米、80米、50米，那几只狼冲到了眼前，龇牙咧嘴的腥臭味都飘上来了。江寒一声令下，3杆装满铁砂的老洋炮同时喷出怒火，铁砂像暴雨一样泼了出去。冲在最前面的狼被打翻，滚下山坡。额尔敦也是开枪的一个，他这辈子都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以前见了狼都是绕道走，今天竟然能把狼打得满地长牙。战斗持续了不到10分钟，当最后一枪回声在山谷里消失，整个山坳里硝烟弥漫，除了2-3只受伤的小狼崽子钻进石缝跑了，剩下的13只成年狼全部留在了这片雪地里。老陈头站起来看着下面那一片狼尸，手都在哆嗦，问这得值多少钱。江寒换上一个新弹夹，一脸平静的让众人下去收拾。他说不管死的活的，先确认一遍，狼这东西狡猾，别让他临死前咬一口。众人欢呼着冲下山坡，这一战大获全胜。江寒站在高处看着满地的战果，没有急着下去，他点了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雷达地图上周围几公里的红点已经被清空了，但他知道这只是开始，狼皮只是小钱，这一战打出了名气，以后这片草原上的野生资源，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他江寒都有了优先开采权。他冲着下面的额尔敦喊，让他把最好的那张皮子留着，那是给老乌力吉做褥子。进了腊月天更冷了，这是草原上老辈人常说的39天，这时候的冷是真能冻死人的。唾沫星子吐出去还没落地就冻成了冰珠子，外头的白毛风刮得跟鬼哭狼嚎似的。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没草。这场大雪连着下了半个月，草原上的积雪厚得没过膝盖，牛羊根本刨不开雪去找草根吃，各家各户秋天囤的那点干草早就见顶，整个浩特一片愁云惨淡。额尔敦家的羊圈里，那几只原本还有点肉的羊，现在瘦的只剩一把火，有气无力的啃着木栅栏，甚至有的开始互相咬身上的羊毛吃，那是饿疯了。额尔敦裹着件破皮袄蹲在羊圈门口，愁得直抓头发。再这么下去，不出3天，这群羊全得冻死，1年的辛苦就白瞎了。就在这时，一股子奇怪的香味顺着风飘了过来，炒豆子的焦香味。额尔敦吸了吸鼻子，肚子咕噜叫了一声，顺着香味往隔壁瞅了一眼，只见江寒家的羊圈顶上正呼呼往外冒着热气。额尔敦实在忍不住紧了紧裤腰带，往江寒家凑。刚走到羊圈门口，他就傻眼了。透过木栅栏的缝隙，他看见江寒正拿着一把大铁锹，往石槽里铲金黄色的像砖头碎渣一样的东西，那是豆饼。这年头豆饼可是金饲料，穷人家磨碎了都能当干粮吃。江寒竟然拿来喂羊，再看那群羊一个个吃的头都不抬，嚼得咔咔响，身上虽然也落了雪，但毛色油光水滑，看着就厚实。尤其是那2只头羊，肥的路都走不动了，正挤在一起打盹，这哪里是遭灾，分明是在享福。额尔敦硬着头皮进了院子，问江寒家里草料有没有多的，想借点就自家那几只快饿死的羊。江寒从兜里掏出红梅烟，点了一根，补了个烟圈，说这豆饼是他拿狼皮换来的真金白银，现在的行情1斤豆饼比肉都贵，借出去他自家羊吃什么？额尔敦哑火了，当初江寒买草料的时候，他还笑话人家是败家子，现在看来真正的傻子是他自己，他急得都要哭了，说只要能救活那几只羊，以后还2倍。江寒眯着眼透过烟雾打量着额尔敦，他等的就是这句话。他说借是不可能借的，但可以做个买卖。额尔敦那几只羊现在瘦的皮包骨头，杀肉都不够2斤油，留在手里也是个死。他伸出3根手指，一只羊换10斤豆饼，外加2斤狼肉，把快饿死的母羊给他，他给额尔敦吃的。额尔敦一听就炸毛了，说一只羊换10斤豆饼也太黑了，开春了一只母羊能卖20块。江寒冷冷一笑说那是开春，问题是那些羊能活到开春吗？死了就是一堆冻肉，连皮子都剥不下来，换了豆饼和肉，全家至少能熬过这个冬天过挨饿。额尔敦愣住了，他看着自家那边死气沉沉的羊圈，又看了看江寒这边热气腾腾的场面。江寒说的对，这就是现实，现在谁手里有草料谁就是赢，羊死了不值钱，人饿死了更是什么都没了。额尔敦一咬牙，眼泪差点掉下来，说换5只母羊全换给他。这笔买卖在外人看来是江寒趁火打劫，但实际上那5只母羊虽然瘦但骨架大，还是2种，只要拉过来喂上几天高蛋白的豆饼，再把驱虫药一灌，不出1个月就能把标贴回来。等开了春，这5只羊下了崽就是5变10， 10变20，这哪里是羊，这是会下金蛋的鸡。接下来几天，江寒家的门槛差点被踩破，村里那些断了草料的牧民纷纷把自家快饿死的羊赶过来，换走江寒手里的豆饼和狼肉。江寒来者不拒，但他只要母羊和强壮的公羊，老弱病残一概不要。短短3天功夫，江寒的羊圈扩建了1倍，原本只有30多只羊，一下子长到了80多只，而且因为他喂得好，这些刚换来的难民羊进了江寒的圈，就像进了疗养院，眼看着一天比一天精神。入夜，江寒站在羊圈边上，听着里面此起彼伏的咀嚼声，心里美得很。他摸了摸怀里那本记账的小本，这80只羊按现在的行情是一堆废纸，但只要熬过这2个月，等到春暖花开，羊价回暖，这群羊就是他称霸这片草原的第一支骑兵连。他看着远处额尔敦家漆黑的窗户，冷哼一声，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谁手里有粮谁心里就不慌。眼瞅着就要过年了，但这几天马老三的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自从被江寒拿枪吓破了胆，又眼睁睁看着江寒成了打狼英雄，更成了全村拥有80只肥羊的大户，马老三心里的妒火把5脏6腑都烧焦了。马老三蹲在破庙里，手里捏着半瓶兑了水的散白酒，眼珠子通红。他对面坐着2个一脸横肉的生面孔，是从灵奇流窜过来的，专门干些偷鸡摸狗顺手牵羊的勾当，都是有案底的惯犯。马老三压低嗓门说他都打听清楚，江寒家里现在富得流油，光是那80只肥羊拉到黑市上就是小2000块钱，更别提还有几张极品狼皮和1杆水莲珠。那2个贼一听到2000块和水莲珠，眼睛瞬间亮了。其中一个脸上带刀疤的汉子问马老三，确定那小子只有1个人？马老三为了怂恿他们动手，故意把江寒说的一文不值，说那是个只会喝酒的软蛋，上次是走了狗屎运，只要趁夜黑摸进去把马1牵羊1杆，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刀疤脸把手里的半截烟头狠狠踩灭，说今晚就动手，得手了分马老三3成。深夜没有月亮，风雪也停了，这种天正是黑吃黑的好时候。江寒早就睡了，但就在马老三他们摸进草场围栏的一瞬间，江寒脑子里的雷达突然炸了，检测到敌意目标入侵，数量3人，距离150米，携带武器刀具和套马索。江寒猛地睁开眼，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果然来了。这几天他故意把羊圈修得严严实实，但唯独在那匹老黄马的拴马桩附近留了个破绽，那个破
破绽下面埋着他专门用来对付大型野兽的大号捕兽夹，那是以前用来夹熊瞎子的。铁夹子要是夹在人腿上可不得了。江寒慢条斯理的穿上皮袄，拎起水帘珠，但没拉栓。对付这几个毛贼用子弹是浪费。外头，马老三领着2个贼猫着腰顺着围栏摸到了拴马庄附近。马老三指着那匹正在打响鼻的老黄马，兴奋得手都在抖，说只要把马弄走，再把羊圈门一开，赶着羊群往北边荒原一跑，谁也追不上。刀疤脸瞪了他一眼，让他闭嘴，从腰里摸出一把杀猪刀，小心翼翼地往马庄那边凑。10米、5米，马老三跟在后面，眼睛死死盯着马屁股，仿佛已经看见花花绿绿的票子在向他招手。就在刀疤脸的手刚要碰到缰绳的一刹那，一声令人牙酸的金属闭合声在寂静的夜里炸响，紧接着是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刀疤脸整个人猛地往下一沉，接着在雪地上打滚，他的右小腿上死死咬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夹子。另一个贼吓傻了，刚想冲上去救人，就在这时，一道刺眼的手电筒光柱像把利剑一样，直接照在了马老三那张惊恐扭曲的脸上。江寒站在蒙古包门口，手里端着枪，黑洞洞的枪口在手电光的反射下泛着冰冷的寒光。马老三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江寒一步步走过来，沉重的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每一下都像踩在马老三的心口上。他语气平淡地说，那是家熊的夹子，再乱动腿骨可就真碎了。剩下那个贼一看这架势，知道踢到铁板，掏出怀里的刀就要扑上来。江寒看都没看，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打在那贼脚边的冻土上，崩起的碎石子溅了他一脸。江寒拉动枪栓，冷冷地说，再动一下，下一颗可就不会打偏了。那贼手里的刀咣当掉在地上，双手抱头跪了下去，喊着别杀他，全是马老三带他们来的，把马老三卖了个干净。马老三跪在雪地里不停地磕头，额头都磕肿了，哀求江寒把他当个屁放。江寒冷笑一声，走过去一脚踩住马老三的手背，马老三疼得杀猪一样叫唤。江寒弯下腰盯着马老三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说上次就跟他说过，再敢踏进他家一步就把他挂旗杆上。这一次去派出所说道。半小时后，大队部的民兵连把江寒家围了个水泄不通。马老三和那2个贼被五花大绑，像死猪一样扔在牛车上。那个刀疤脸腿虽然保住了，但这辈子估计也就是个瘸子。老吴立即看着这3个祸害，气得胡子都在抖，说偷猎、盗窃、私闯民宅，够他们把牢底坐穿的。当公社的吉普车闪着红蓝光把人带走的时候，全村人都出来，大家看着江寒的眼神彻底变了，以前是敬畏他的枪法，现在是畏惧他的手段。这家伙不但枪狠，心眼更狠，早就挖好了坑，等着马老三往里跳。江寒站在人群里，看着马老三绝望的脸，心里没有一丝波澜。这种人留着就是个祸害，送进去了这片草原才算真正清净。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冲着阿雪喊了一声，让他把那2只羊宰了，明天请全村人吃肉，庆祝他们家除了遗害。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晚，但劲头却比哪年都足。房檐上的冰溜子稀里哗啦往下掉，砸在冻土上摔得粉碎，外头的积雪化了，整个草原变成了一片烂泥塘，空气里全是泥土解冻的腥味，混着牛粪和青草刚冒尖的清香。一大清早，江寒家的羊圈里就炸了锅，此起彼伏的叫声中气十足，震得蒙古包顶上的毡子都在抖。阿雪的声音从羊圈里传出来，带着一股子压不住的喜气，让江寒快去搭把手，说又下了一窝，是双胞胎。江寒把手里的烟屁股往地上一扔，用脚底板狠狠碾灭，大步流星冲进羊圈，羊圈里热气腾腾，几十只母羊挤在一起，正在槽头抢食最后一点豆饼渣子。角落里一只刚生完崽的母羊正温柔地舔舐着2只湿漉漉的小羊羔，那小家伙还没站稳，4条细腿哆嗦着，粉嫩的小嘴就已经开始拱着找奶喝了。阿雪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笑得见牙不见眼，说这是今早第6窝了，一早上下了6窝春羔子，这一冬天没白喂。江寒蹲下身摸了摸那只母羊的脊背，厚实全是肉，这一冬天的豆饼和青干草砸下去，这些原本快饿死的难民羊现在一个个肥得流油，毛色亮得像缎子一样。江寒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说这哪是羊，这是他家的存折。晌午时分，大队部的广播响，通知社员同志们统计受灾情况，报到大队部。村里的牧民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唉声叹气的出了门。这一冬天太惨了，额尔敦家的羊圈塌了一半，原本30多只羊冻死了10来只，剩下的瘦成了皮包骨头，走路都打晃，估计连春羔子都怀不上。陈老六家更惨，为了换口粮，把种羊都杀了吃了，现在圈里空荡荡的，连根羊毛都没有。大家伙凑在大队部门口，一个个面如土色。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江寒骑着那匹老黄马，赶着一大群羊浩浩荡荡的路过大队部，准备去草场放风。那是80多只肥羊奔跑的声音，简直像一支骑兵连在冲锋。领头的几只大公羊犄角粗壮，脖子上的毛炸着，一边跑一边撒欢的顶架，后面的母羊个个肚子滚圆，不少身边还跟着跌跌撞撞的小羊羔。阳光洒在羊群身上，那一层层厚实的羊毛泛着金光。大队部门口瞬间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看傻了。额尔敦手里的烟袋锅子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嘴巴张得能塞进个鸡蛋，有人吞了口唾沫，声音都在抖，说江寒家的羊咋一个个肥成这样，自家的羊跟这一比就是个病鬼。陈老六眼珠子都红了，指着羊群里一只黑头羊捶胸顿足，说那不是他不久前才换给江寒的吗？当时瘦的站都站不稳，他还以为死定了，才换了2袋豆饼，到了江寒手里这就下菜，后悔肠子都悔青了。当时大家伙都笑话江寒是败家子，花大价钱买豆饼喂死羊，现在看来江寒那是真神，这哪是败家，这是抄底，是用白菜价把全村的优质资产都划拉到自己兜里了。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停在了路边，车上跳下来一个戴着墨镜的胖子，那是旗里有名的2道贩子周大牙，专门倒腾牲口的。周大牙一眼看见这群羊，墨镜差点掉下来，他像看见亲爹一样冲过去，一把拉住江寒的马缰绳，喊着兄弟亲兄弟，说江寒这羊卖不卖？现在市面上缺羊缺疯了，都给他按最高价收，一只30块，30块！人群里发出一阵惊呼。现在的工人1个月工资才多少？一只羊就顶2个月工资。江寒这80多只羊要是全卖了，得2000多块钱。在万元户都凤毛麟角的年代，2000块钱能在县城买套房。江寒坐在马上，居高临下的看着周大牙，慢悠悠地点了根烟。他吐了口烟圈，一脸不屑，说30块。问周大牙是欺负他不懂行情。这场白灾过后，全旗的羊死了一半，现在是有钱都买不着种羊。他指了指那些欢蹦乱跳的小羊羔，说那群羊是他的命根子，春羔子都下来了，这叫钱生钱利滚利，想买可以，50块一只，少1分免谈，而且只卖公羊，母羊一只都不卖。周大牙脸上的肥肉抖了抖，疼得直吸凉气，说这是抢钱。江寒一勒缰绳，大吼一声价，羊群呼啸而去，只留给周大牙和全村人一屁股灰尘。他扭头喊了一句嫌贵就别买，等到秋天这群羊变成200只，那时候求他也没用。看着江寒
寒远去的背影，额尔敦一屁股坐在地上，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说自己真傻，当初要是也跟着买点豆饼，哪怕不卖那几只母羊也好，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江寒的这一波操作彻底拉开了他和全村人的差距。当别人还在为怎么熬过春天发愁的时候，江寒已经站在了风口上，手里攥着这片草原上最值钱的筹码，准备起飞了。远处，江寒看着漫山遍野撒欢的羊群，摸了摸兜里那几张昨天刚卖了几张狼皮换来的大团结，这只是个开始。他看向远处那片刚刚泛绿的万亩草场，那才是他真正的目标。这一年的夏天，草长得特别丰，雨水足，太阳毒，那草根打了激素似的蹭蹭往上窜，没过马蹄子都看不见影。大队部前头的空地上锣鼓喧天，全公社的人都来了，黑压压一片围得水泄不通。今天是公社的大日子，表彰全旗第一个万元户。大红花脸盆那么大，挂在江寒的胸前，虽然穿着还是那身旧皮袄，但那股子精气神跟半年前那个醉醺醺的酒鬼简直是两个人。公社书记握着江寒的手劲使得老大，脸上笑的褶子都开了花，说江寒是公社的骄傲，靠着打猎养羊半年挣了1万块，在全旗都是头一粉。台底下嗡的一声炸了锅，1万块在一只羊才卖30块，一斤猪肉才几毛钱的年代，那是天文数字。额尔敦蹲在人堆里，看着台上那个风光无限的男人，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心里那滋味比吃了苍蝇还难受。半年前他还笑话江寒是败家子买豆饼喂死羊，现在人家那100多只羊个个肥得流油，光是剪一次羊毛就卖了好几百，再加上那张震动全县的狼王皮和几张极品狐狸皮，人家现在是真正的财主。公社书记压了压手让大家安静，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牧区也要搞草场承包责任制，谁有能力有信心就可以承包集体的草场，自己经营自负盈亏。这话一出，底下瞬间鸦雀无声，牧民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吱声。承包得交多少钱？万一赔了怎么办？万一政策变了怎么办？大家伙穷怕了，谁也不敢当出头鸟。陈老六缩着脖子嘀咕说，要是一年交几百块钱承包费，那不是要老命？不干还是放集体的羊保险。就在一片死寂中，一声闷响，江寒一步跨上前，从怀里掏出一叠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重重的拍在主席台的桌子上。那一摞全是崭新的大团结，厚得像块砖头。他说这草场他包了。他转过身指着背后墙上那张巨大的草场地图，手指头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圈。他说北边那片靠着贝尔湖的巴彦诺尔加上周围那2座山头，一共15000亩。他签30年的合同，承包费现减，全场死记。15000亩，那是全公社水草最丰美但也最难走的一片地。江寒的胃口大得惊人，这是要把半个大队都吞下去。书记都吓了一跳，看着那摞钱喉结动了动，问江寒确定吗？这可不是小数目。江寒咧嘴一笑，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狼一样的野心，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这片草场到了他手里，以后就是全内蒙最大的种羊基地。一个字签，字签下去的那一刻，江寒的手很稳。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这是他在这个时代打下的江山。有了这15000亩草场，以后不管是养羊养鹿还是搞皮毛加工，他就是这片草原真正的王。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茫茫草原上，把那连绵起伏的草浪染成了橘红色。江寒骑在那匹老黄马背上，站在山坡顶端，在他脚下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微风吹过，草浪翻滚，露出里面星星点点的白色，那是他的羊群，不再是80只，而是整整200多只。那群羊像云彩一样飘在山腰上，领头的几只种羊昂着头，威风凛凛。山坡下传来了阿雪的喊声，江寒回头，只见阿雪站在新盖好的红砖大瓦房门口，怀里抱着个刚满月的胖小子，身边牵着已经长高了一头的女儿小穗。娘仨穿着崭新的绸缎衣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红光。那红砖房大院里还停着一辆崭新的红色嘉陵摩托车，那是江寒前几天刚从七里骑回来的，全村独一份。阿雪的声音清脆悦耳，再也没了当年的愁苦，喊江寒吃饭，说今晚炖的大鹅。江寒答应了一声，却没急着下山。他从马鞍上摘下那杆磨得发亮的水帘珠，用袖子擦了擦枪托。这老伙计陪他度过了最难的冬天，以后估计是用不上他拼命了，但这片基业还得靠他守。这时候挂在马鞍边的半导体收音机里突然传来一阵激昂的新闻播报声，说深圳特区建设如火如荼，南下创业大潮涌动，个体户经济迎来了春天。江寒的动作顿了一下，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他看着脚下这片肥美的草原，又看了看远方南方天际的云彩。这辈子草原是基本盘，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要窝在这里一辈子。口袋里有了钱，手里有了地，那个遍地是黄金的南方，或许是下一个猎场。江寒一家马腹，老黄马长嘶一声撒开四蹄，迎着夕阳冲下了山坡。风在他耳边呼啸，那是属于他的时代狂飙突进的声音。这一世，他江寒赢妈。